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，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，盖饭多加钙，不用很多饭。盖饭太多的饭，不够的钙，不要多钙，不要太多饭，多钙，多钙。你汉语不是不好吗？你不是回家走丢吗？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，你说我可咋整呢？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，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。她到底为什么胖呢？人自己跟我说，我可能需要调一调，可能是湿气，可能是宫寒。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啊！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，不吃鸡爪子，不吃猪蹄子，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？我就问他，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？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，一个猪蹄子全攻破；文化壁垒很虚伪，一个烤冷面全摧毁。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，为了随时待命，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，吃啥都是叉烧，所以壁垒还是有的。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？他说怎么就不算呢？怎么就不算呢？因为他太能吃，吃啥都香。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。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，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，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。螺蛳粉一上来，居然全爱吃。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？好吃不？太臭了，没有肉。啊，真香！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。臭豆腐、辣卤大肠。所以我说实话，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。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，他现在214斤，他都属于易瘦体质。我要像他那么吃，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，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。然后我今天就好奇，我问他，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也不认识我，你一句汉语不会说，一个汉字不认识。那时候还没有外卖，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，你那时候瘦没瘦？他说没有，那不能够。那些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。当时咋回事呢？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，好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作风的纸，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。我身边这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我心眼多。你先看炒菜区，就选带月字的，肥肠肝、腿骨脑、内肘腰，还有脆。你虽然是蒙着点，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。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，选名最长的。然后啊，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。这个番茄金汁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哎，就选这个名最短的，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，比如肥肠面。然后呢，你一边点，你一定要一边撒吧周围的桌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？如果有，跟服务员直接指，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，你好，请问他点的是什么？那样显得很无知，就直接霸道总裁就指我要同款。就这种天机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？我说没有，我们不识破，我们识字，我们识字。我说儿啊，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？就你那点算法，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。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，参差不齐就选 B， 以抄为主，以蒙为辅，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？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放弃了，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。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，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。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，就1000年能有一头驴能磨出这个豆了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。哎呀，你别辣着，喝点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行，168，168，no，谁档？要我尝尝，味道好像不太对，洗了算了。哎呀妈呀，张大铁，他真是一个2岁半的小老头，他无比顽固，拒绝外来文化。你不要说话，他看破红尘，见鬼都异常淡定。这是假的。他还特别好事儿，我领他去公园荡秋千，他对秋千、对滑梯兴趣都一般。最吸引他的是聊天的老太太，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是，就看老太太的表情，就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要身败名裂。他知道偷听哪个。你看今天看这俩老太太就不走了。我的东西都砸完能进来，还是立完。那都立完，过来了，过不成了，可能过不成了，那咋了？回家吧，又搁这块儿，一天你就给你闲的，给你心操的。那他不过不光操心人家是不是要不过了，啥心都操。我最近租了一个办公室，往里边搬家的时候，我就把俺家这几口人都叫来了。他爸和他姐来了，就很开心探班一下新办公室。张大铁来了，到这一看，纸盒盒子要被人收走，铁岭灵魂就被激活了。哎，别走，这是我老爷的。老爷在吉林收这壳子，老爷不在北京收。拿钱，咱不要这些。要给你，你说我是
有钱不挣不能忍，忆苦思甜不忘本。在思想觉悟这个领域上，张大铁以一己之力，代表着他身后无数个东北老大爷，给加拿大人上了一课。他爸和他姐来了呢，就是个玩儿。张大铁那要强，来了眼睛里全是活，亲力亲为，啥干不了吧，哪都盯着，啥事儿他都得搭把手。人家嫌他碍事儿，人自己进屋装桌子去了，他还跟人后边隔着玻璃看着，戒不了尿不湿，更戒不了操心命，脸上就写着几个大字：我谁也不放心，我谁也不放心。来，领导，你视察这么长时间了，给你补充点能量吧啊！喝点美素佳原月，有 NVHMO， 荷兰自有牧场的 Novus， 牛乳软蛋白比例也高，整的明明白白，看他身体素质还挺硬实，你看这给他忙活的。就给你的，不操心别人啊！在我办公室一共待了不到2小时，那把我同事的心都操一遍呢。有几次再3遍，尿不刷洗，别要喝饮料。你把本儿弄出来。你儿子刚才跟人说你把本儿都弄出来，你把本儿都是来，本儿都是来。然后下班走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事露着脚脖子骑电动车走的，给张大铁急坏了，还碎嘴子。哎呀，他就是脚脖子呢。人家告诉大铁说我不冷，然后骑车就走了。他在后边，这个着急人老了做病啊。我这腿切裤了，就脖子。哎呀。温迪啊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妈要打他。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前2天我去杭州有个工作，温迪跟我去了。到了那之后呢，我怕孩子跟着我化妆彩排啥的无聊，我就让温迪带他们去玩。温迪啊带着俩孩子去杭州的游乐场里玩了一天，晚上领着2个无比开心的孩子回到了酒店。在我夸他真是一个好奶奶话音还未落的时候，他给我甩出3张单：游乐场的小票、中午的午饭，还有3冰激凌，一共398。温迪做这个事儿呢，就属于情理之外，但意料之中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呀不出差，那他带孩子玩就到楼下玩沙子、玩水就行了，也不涉及消费和报销。但是今天是因为我工作，他在杭州不知道去哪里找免费的沙子和水，所以产生了消费，也就产生了报销。我给他转完钱，我就赶紧跟我同事说，我说我又天降素材了，我当段子说的，结果这事儿就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，我妈炸了。我妈当时给温迪发微信，你来铁岭，我跟你唠唠。但这微信翻译吧，它只能翻译字儿，它翻译不了字儿后边往出飞的刀。温迪看完乐呵跟我说 Jessica 邀请我去铁岭 ，Jessica 是温迪给我妈起的英文名啊，邀请我去铁岭，说要跟我聊聊天，咱们快去吧。我说那个温迪，铁岭不能去，铁岭开亚运会呢，交通管制。温迪说那为什么管制我呀？我说那个亚运会，加拿大不是亚洲，不是亚洲。我把温迪唬住了，没去。我妈自己要来，跟我说明天她要落地北京。我说那个妈别来，温迪得水痘了，传染。我妈说我得水痘，怕这玩意儿。我说呀，他那加拿大水痘，那大痘什么枫叶型的都是，枫叶型的都是。你身体不好别来了，反正我也是没有啥别的招了，我只能先做到给温迪保命，剩下他俩就爱咋咋地吧。我曾经尝试过让他俩互相理解，但是理解不了，我也不管。我妈让我替他跟温迪传话，要教他做人，我说我不传，我一天够累的人，你有话自己跟他说。但是我妈那边在铁岭磨刀呢，人家温迪这边毫不知情。临走头1天，乐呵的又去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给自己进货去了，路上还主动问我妈，问 Jessica 她应该买啥呢？我妈给温迪回微信呢，往出喷刀啊。温迪跟我说，我看不懂你妈妈说啥，你帮我翻译。我说我有事儿。我说温迪你自己逛批发市场，自己跟我妈聊，不用问我意见啊，拜拜。还好这回我们开的理想 L7，我躲车里老舒服了。爱彩铃，对，能按摩还能看动画，孩子也能好好休息一会儿。给他放小猪佩奇，没问题。温迪一边逛批发市场一边跟我妈微信聊天。我妈说，我闺女欠你的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我的女儿亏欠你。温迪问我妈 Why？ 我妈又说，你可真有奶奶样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，你可真是一个奶奶样。于是温迪给我妈回复，你可真有奶奶样，吐奶奶样，吐。温迪拎着大麻袋买了一堆便宜小商品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了8条5颜6色的搓澡巾，跟我说，你送给你的妈妈，告诉她我很想念她，也很想念搓澡。告诉 Jessica， 搓完4面，她也可以真有奶奶样，真有奶奶样。回到车上，温迪把这一堆批发货物连搓澡巾全放车里了。幸好我们这后备箱够大，都能塞下。温迪那可放心了。到走啊，温迪也不知道我帮他躲过了一劫。在机场，温迪还挺不甘心的，跟我说，真的好遗憾，没有去铁岭找 Jessica。你同事都告诉我了，宇宙的尽头是铁岭。我说你要是去了，生命的尽头也在那，也在那。